我们分手吧，以后这店你不用来了。这是看店火了就要跟我提分手？你别说的那么难听，感情归感情，店归店。行，那今天咱们就不谈感情，谈店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说店是你的，那就把账先算清楚。沈涛，你非要在这里说？可以，进去说。今天店里忙，后面再说吧。你提分手不耽误，开门算账就耽误了。进来，说吧，你要怎么算？装修款3万8，第一批货款2万6，开业活动亏损1万2，后面2次周转一共4万，还有烤箱、冷柜和第一批包装塑料，这些都是我店的。你还真把这些都记下来了？不是记下来，是每一笔都有底。哼，谈恋爱的时候你愿意帮我，现在分手了回来一笔一笔算，不觉得难看吗？熬夜给你盘货的时候不难看，我替店装修款的时候不难看，我拿自己的钱给店周转的时候也不难看，怎么现在我要把账算清楚就难看了？店是我注册的，营业执照是我的名字，房租合同也是我签的，你现在说这些能改变什么？名字在你那儿不代表钱也是你出的，店可以是你的，但我垫进去的钱不能跟着变成你的。那些钱你当时转给我有写借条吗？所以你不是忘了，是不想认。我不是不认，我是说你当时是我男朋友，帮我开店很正常，现在分手了你再回来要钱，这不合适。那也简单，你签个字确认这些钱都是恋爱期间自愿赠与，和开店无关，你敢签我今天就走。沈涛，你这是逼我。不是逼你，是让你把话写清楚。你说我是帮忙可以，你说钱是我自愿给的也可以，写下来咱们就按你说的算。我凭什么签？那就说明你心里也清楚，这些不是普通的恋爱花费。沈涛，就算这钱你垫过，那也是你自己愿意的，现在刚开始的时候你说过会支起来了，你又拿这些账出来压我，你不觉得自己太现实了吗？现实一点好，现实一点才知道谁的钱该归谁。你一定要这样？不是我要这样，是你先提分手，又说我跟这店没关系。行，你要算那就慢慢算，别想着拿几张纸就把店抢走。我不抢店。你不抢店？店留给你，我只要你把我垫进去的钱全部还清。全部还清？沈涛，你知道那是多少钱吗？知道，所有的账我都一五一十记了下来。账是你自己写的，凭什么你说多少就是多少？转账记录、装修收据、设备发票都在这里，不是我说多少，而是事实说多少就是多少。婉姐，涛哥之前确实垫了不少，第一批货款那次还是我跟他一起去提的货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别冲他，他只是说了真话。今天店里忙，这些账改天再说。可以。那你先走。账可以改天说，但今天先定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你认不认这些钱是开店款，不是赠与？我不签。那我明天叫装修师傅、设备老板和供应商一起当面对单。你还要把外人叫来？你不认账，只能让账自己说话。沈涛，你非要把事情闹大。我只是把账算清，你要是认，今天就不闹；你要是不认，明天就大家一起对。沈涛，你别忘了，这店现在一天能进不少钱，你要真把事情闹开，对你也不好。店能赚钱，正好。什么？能赚钱就说明你还得起欠我的账。沈涛，你真把人叫来了？昨天你说这些账是我自愿帮忙，今天让他们过来，只是把从哪出去用在哪说清楚。你非要把这种事摆到店里说，客户看见了怎么办？你要是昨天认账，今天就不用摆。我说了，我不是不认，我只是觉得你拿恋爱期间的付出来算钱，太伤人。那还是昨天那句话，你觉得是恋爱付出就签这张，写清楚这些钱都是我自愿赠与，和开店无关。沈涛，你明知道我不会签这种东西，为什么不会签？这种东西签了不就成了我占你便宜？你也知道像占便宜，可你当时确实是自己，你也说过店开起来了，我们以后一起好好做。你也知道是我说的，是和你一起把店开下去，但你都已经把我踢出局了，我还怎么跟你好好做？既然这样，我的钱可不白给。钱师傅，装修那笔款当时是谁付的？是沈师傅你付的，那时候季老板说资金先周转一下，是沈师傅直接转给我的。可装修的是我的店，他是我男朋友，帮我付一下有什么问题？季婉，但我已经不是你男朋友了，当时帮你付没问题，现在必须还回来。刘老板，第一台摇箱和冷柜是谁买的？也是沈师傅你买的。当时你说小店刚开，设备不能太差，钱也是你付的。设备一直放在店里，早就算店里的了。放在店里用，不代表买的人就没了。那你现在想把设备搬走？我不搬，你把设备款还我，设备留在店里。陈哥，第一批货款和后面2次周转，你这边有记录吧？有。第一批原料是你结的，后面有2次店里周转不够，也是你先打给我，再后来店里慢慢起来了，才开始正常结。后面店里也还过一部分款。正常进货的钱，店里当然要结。现在说的是我垫的那几笔。季老板，沈涛说的这几笔确实是单独垫的，不是后面正常货款。就算这些是开店的钱，也不代表你今天就能让我全部还。店已经火了，钱进了你的账户，你不是没能力，还是不想还？你凭什么这么说？开业前3月亏损我店了，第4个月开始店里的营业额已经起来了，后面团购老客户预留这些订单钱都进了你绑定的账户，你昨天还拿店赚钱来压我，现在说还不了。店赚的钱也要周转，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。可以，那就看流水。你要看我的账户？我不是看你的私账，我只看晴天小铺的收款流水，确认店里有没有能力把我店的钱还清。不可能。那今天先到这儿。什么意思？
装修售后款今天已经对清了，你不签赠与确认，也不否认这些钱进了店，下一步只看还钱能力。沈涛，你现在真会算。我以前也会算，只是以前我不会找你要。那沈师傅先忙，我们就走了。麻烦各位了。如果我不让你看流水呢？那就按今天对清的账，先写欠款确认。你非要我写？你可以不写，那我就按票据和转账记录走后面的程序，到时候就不是我们坐在店里谈了。你给我1天时间。可以，明天上午10点我再来。我没说让你来。我不来，怎么知道你会不会对账目动手脚？沈涛，你怎么能这样说？不是我想这样说，是现在你这个态度我不放心。就这样吧，先走了。沈哥，婉姐今天一直在看收款后台，她刚才说，要是把钱全还你，店里后面周转会很紧。我知道了。她好像不想一次性还。你不用管，明天我会跟他算清楚。沈哥，她刚才还说，如果你非要逼她，她就说你是故意想把店弄垮。店垮不垮是他的事儿，钱还不还是我的事儿。沈涛，我看过账了，店是赚了点钱，可钱都在周转里，你现在让我全部还清，不现实。怎么就不现实了？钱不都到了你的手里，怎么还钱的时候就变成周转了？开店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，房租、水电、人工、原料哪样不要钱？你不能只看进账不看支出。那今天就看流水。你要看什么流水？这是我的店。我只看晴天小铺的经营流水，收款进了哪里，支出花在哪里，够不够还我今天说清楚。你现在说的真像查账的。你不认账的时候，我只能查账。昨天你说给你1天时间看账，现在我来了，账呢？我说了，钱都周转了。周转到哪儿了？你非要逼我把店里的账全摊给你看。对，你要说还不了，就得证明还不了。这个月营业额比上个月高不少，营业额不是利润，所以继续看支出。你看，你别以为店里收了钱就全是我赚的，这些正常支出我认。那你还让我一次性还？这几笔是什么？别划，就说这几笔。店里的备用金。备用在哪里？我放在别的账户里，方便周转。所以不是没钱，是钱换了地方。那是为了店称后面用的，不是我私吞。我没说你私吞，我只问你还不还得起。你非要把话说这么难听。难听的不是话，是你店火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跟我划清关系，这就是把我店的钱说成帮忙。就算这些钱能动，也不能全给你，店还要开。开店用的是我店的钱，现在成本都赚回来了，先还店款，再谈后面怎么开。沈涛，你就是不想让我好过。我只是想要回自己的钱。你要是真只要钱，为什么非要一直催我？给我几个月不行吗？这些钱我垫了多久，你心里有数。店亏的时候我没催你，店刚起来的时候我也没催你。现在你提分手赶我走，还让我继续等几个月，这句话你怎么好意思说出口？我季婉，我等你的不是钱，是你认账。现在你连账都不想认，我凭什么再等？那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今天把总额确认，下午3点前给我结清，以后互不打扰。今天下午3点。对。沈涛，你别太过分。你昨天说店跟我没关系，那我们就按没关系的人算账。如果我今天转了，你以后不能再拿这件事说我。你放心，我做人还是有底线的，账清我不会再纠缠。客户呢？客户不是账上的东西，店留给你，招牌留给你，客户以后找谁是客户自己的事儿。你还是想抢客户？我没拿你的店，也没拿你的招牌，你要是接得住客户，他们自然还来。我可以还，那就赶紧转吧。但不能全部把钱转给你，店里设备也有你买的，烤箱、冷柜、桌椅这些，你要是拿走，折一部分账。你是说用我买的设备抵你欠我的钱？设备已经在店里用了这么久，当然算店里的资产。发票在我这儿，付款也是我付的，你可以继续用，但不能拿它抵账。那你想让我怎么办？很简单，设备要么你按原价折旧买下来，要么我带走，店款另算。沈涛，你非要算得这么局情？季婉，这不叫局情，这只是按规矩公事公办。如果我不转呢？那设备我先带走，剩下的账继续走流程。我转。沈涛，这钱转出去，我们就真的两清了。从你说分手那一刻就该清了。钱我已经转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刚才这笔是装修货款和周转，设备还没算。钱我都转给你了，你还要算设备？设备难道不是用我的钱买的？可这些设备一直放在店里用，店都开了这么久，你现在再拿出来算合适吗？买的时候合适，用的时候合适，现在还钱怎么就不合适了？那你想怎么样？把烤箱搬走，把冷柜也搬走？沈涛，你这是要让店今天就关门？这样吧，要么设备你买了，钱今天给我，或者我按清单拿走，店里剩下的你自己。你明知道这些东西一般店根本转不了，所以我先让你选。婉姐，烤箱和冷柜确实是沈哥当时买的，那会儿你说预算不够，沈哥说先把店撑起来。小唐，你现在到底站哪边？他不用站边，事实在哪边他就说哪边。行，就算设备是你买的，也用了这么久了，你不能按原价算，可以按折旧。你还算了折旧？既然是算账，我肯定是做好了准备。这也不少，比你重新买一套少。
沈涛，你现在是真一点情分都不讲了。情分是你提分手那天就断了，但账今天要算清。可我现在没那么多钱了。刚才流水我看过你有，那是店后面的周转。你想继续开店，就先把欠我的还清，后面怎么周转是你的问题，不能用我的店款继续替你撑。你非要今天全部清？对，今天全部清。欢迎光临。如果我把设备款转给你，后面你不能再说这店有你的份儿。我从一开始就没要这店的打算。客户呢？客户不是设备，也不是现金，你能留住是你的本事，留不住也别怪我。你说的轻松，你在店里做了这么久，客户当然认你。那你就让他们认你。设备款我转。签吧，钱清账清，店以后跟我没有后续的任何经济纠葛。那你也签。我本来就要签。现在你满意了？账清了。我问你满意了吗？季婉，你到现在还觉得我是为了故意刁难你？难道不是你自己做出的选择吗？店里的备用钥匙给你。你真不要这店？我说过店留给你。那你以后晴天小铺怎么开，跟我没关系。沈哥，那以后店里的预留单交给季老板，以后店里所有事儿都按他的安排来。店不用你，我也一样能开。那你就好好开。你就不怕我开的比你想的更好？我现在不想这件事。那你想什么？我想找个属于自己的店。自己的店？沈哥，这个是你之前放在后柜子里的旧菜单稿，还有几张你写的套餐成本表。婉姐刚才说这些留在店里没用，让我拿给你。她真这么说？她说现在店都是她的了，以后不用你的旧东西。那正好。什么正好？我的新店用得上。沈哥，你真打算重新开一家？钱拿回来了，总得做点自己的事儿。婉姐要是知道了，肯定会说你抢她生意。店我留给她了，招牌也留给她了，我也没占她任何便宜。以后做生意各凭本事。喂，孙老板，我是沈涛，我们之前就谈过。是你啊，我马上到。好的，我等你来。我这地方虽然不大，但前面能做展示，后面能做操作间，以前也是做小吃的，水电都有，就是得重新收拾。租期怎么签？你真租的话，至少1年，押2付3。可以，但我要先看水电和后厨排布。挺懂行啊。开过店。沈涛，你动作还真快。路过看看铺子。刚从我店里拿走菜单稿，转头就看新铺。你还说不是早就打算好了？那些东西是你让小唐还给我的。我让他还给你，是因为那些是旧东西。可你现在拿着它们开新店，不就是拿晴天小铺的东西另起炉灶？你看清楚，第一版菜单是店还没开之前写的，那时候连晴天小铺的招牌都没挂。可这些套餐是在晴天小铺卖火的。是在你店里卖过，但从配方到成本，从包装定价都是我做的。你说他们没用，还给我了，现在我拿来重新做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这是挖我墙角。别说的这么夸张，你的墙角如果只是几张不要的旧纸，那这店本来就不稳。沈涛，钱也给你了，设备我也买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没想怎么样，我就想租个自己的铺子。租在我对面。有问题吗？这条街又不是你买下来的。可你明知道我们做的是同一类生意。你的店是你的，我的店是我的。你可以继续开，难道我就不能重新开一个？沈师傅，这铺子你要不要？要是你这边有纠纷，我也怕后面麻烦。没纠纷，我的账已经跟他结清了。结清是结清了，但他现在开在我对面，就是故意抢生意。孙老板，你放心，我已经从他的店退出来了。现在我要租铺子是我自己的事儿。那就行，做生意嘛，谁租铺子都可以，只要合同清楚。孙老板，你这不是明摆着要租给他吗？季老板，你这话就不对了。我这铺子空着也是空着，人家租我没理由不租啊。沈涛，你以为重新开一家店就能把客户都带走？客户不是我装进口袋里的。那你开在对面，等着他们自己走过去。他们愿意去哪儿是他们自己的事儿。行，算你狠。沈涛，你这是准备自己单干了？是的，陈哥，不过我还没定，就先看看铺子。不错。你要真开，货源这边提前说一声。你以前对单准，结账也利索，我这边好安排。陈哥，晴天小铺还开着呢。季老板，你店里要货我照样送。沈涛要是开店，他那边我也做。做生意总不能只认一家。那以前的合作呢？以前我们该怎么合作就怎么合作。至于沈涛，现在你们账都分开了，就各算各的。沈涛，你真行。我只是把自己的路重新接上。沈老板，你看要是没问题，咱们就把合同签了。
行，现在就签。那以后这铺子就交给你了，准备叫什么名字？还没想好。不急，名字慢慢想。你做东西稳，客户自然记得住。行，那就麻烦钱师傅了。沈师傅不对，现在应该叫沈老板了。你的店我给你排最快的时间，该多少钱多少钱，别因为是熟人压你。哼，你这人就是这样，账清楚，活也清楚。沈涛，我听说你要自己开店，还在准备。那开业的时候跟我说一声，我公司茶席以后想找你订，不是说晴天小铺不好，就是我这种单还是放心你来确认。好，开业定了我通知你。行，我等你。沈涛，钱我都已经给你还清了，你怎么还想把客户也带走？客户是人，不是账本上的一项，谁也带不走。那兰姐为什么刚才来找你？老陈为什么一早给你送样品？你敢说不是你提前联系好的？我没让谁必须来，他们愿意来是他们自己的选择。你开在我对面，用以前做火的套餐，再接以前的客户，沈涛，你这不是抢是什么？这些是我写的，你当废纸还给我了。那是在晴天小铺卖火的，所以我没照搬。新店菜单已经重做了，价格也重新核过。你要是不信可以看。你还真准备得够快。钱拿回来了，当然要往前走。你是往前走了，那我呢？晴天小铺刚把钱转给你，资金一下紧了，现在客户又往你这边跑，你想过我怎么开吗？你提分手的时候，想过我怎么办吗？你现在就是故意报复。我要报复，就不会把店招牌、设备都留给你。设备是我花钱买的。对，所以设备归你，店也归你。晴天小铺从今天开始，完完整整都是你的。沈涛，开业时间定了，记得提前通知我。我这边下个月有2场茶歇，想先排时间。兰姐，晴天小铺还开着，茶歇单你可以继续找我们店。季老板，你店还开着，我知道，只是公司茶歇这种单，我还是习惯找沈涛确认。之前几次他安排的比较稳，我也能安排。那以后有合适的我也会考虑，但这2场比较重要，我想先找沈涛。所以你们都觉得我不如他？季老板，你别误会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公司茶歇不能出错。你现在满意了？既晚客户选谁，不是为了让我满意。那你为什么不解释？你就看着他当着我的面说这些。我解释什么？解释我没抢，你听得进去吗？沈涛，这个初期供货量我按你刚才说的调整了。你新店刚开，不用一下压太多货，先稳3天再看销量。陈哥，你给他倒是安排的仔细。季老板，大家都是做生意，你那边要货我也送，他这边新店刚起，我也得把量对清楚。以前你不是说要看几次才给账期吗？他这边刚开，你就这么放心？沈涛以前对账一直准，新店我也不会乱给账期，但货怎么配怎么送，我心里有数。所以你早就把供应商也安排好了？我只是重新谈我的供货，你那边怎么谈是你的事。你说的倒轻松，你把好客户和供应商都接走了，我那边怎么办？季晚，请问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？我凭什么要帮你把客户和供应商留住？你现在说的真干净。账清了，说话就该干净。行，客户要选谁是他们的事儿，那我也可以做活动。你开新店，我就把晴天小铺的价格打下来，看看到时候客户还认不认你。你想做活动可以，这次你管不着。我也没打算管。哎，沈涛，季老板这样怕是要乱降价，那是他自己的事儿，跟我没关系。你真不管？不管了。沈涛，季老板今天一早又找我要了一批货，说活动量大，让我先送过去，晚点一起结。你怎么回的？我让他现结，他有点小情绪，说我现在只认你不认他。陈哥，你的生意按你的规矩来。我知道，就是提醒你一句，他这活动价压得太低，后面要是货款跟不上，8成又要说是你把他逼成这样的。没事，我知道怎么应付。那就好。你们牌子上写第2件半价，怎么结账不是这么算？半价是同款第2份，不是任意第2份。我们牌子下面写了说明。字那么小，谁看得见？你们这是故意写不清楚吧？沈哥，婉姐这边出事了，活动牌的规则没写清，客户说我们骗人，现在门口围了几个人。让他按自己写的活动规则处理。可他说要是按客户理解来，今天亏得更多，要是不按客户不走。这是他的活动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知道，可
可是客户现在说要找之前负责的人，说以前你在的时候，活动从来不会写得这么蛮乎。行吧，那我过来一趟。谁让你来的？客户找的是以前的活动规则，不是找你。你现在装得真清楚，你不就是想看我活动出问题吗？活动是你挂的，价格是你定的，规则也是你写的。现在先把客户这单处理完。你是以前那个沈师傅吧？之前你们店活动我买过，规则都写得挺明白。今天这个我真没看出来还有限制。活动牌是你出的，客户看不清是店的问题。你要么按客户理解给这单结，要么当场把牌子撤下来重新写。那今天这些单怎么算？都按他们理解来，我亏多少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因为这不是我定的活动。老板你就给句准话，我们不是非要占便宜，就是你牌子写的太容易误会。这单按你们理解算，后面的活动牌我们马上改。这还差不多。这个结果你满意吗？你要回那么多钱，我不做活动怎么稳住客流？你还的是你该还的钱，活动是你自己做的。你把钱一口气拿走，店里缺钱周转，我当然要想办法把生意拉回来。季婉，你别把两件事混在一起。还钱是因为那笔钱本来就是我店的，降价是你为了证明自己能留住客户。可你明知道我刚还完钱，店里会紧，那你更不该乱降价。你又开始教我。不是教你，我只是把责任分清楚。钱我已经拿回来了，店我也留给你了，现在你怎么卖是你自己的决定。季老板，你刚才打电话说还要补批水果和鲜奶，我这边可以送，但得先把上午那批货款结一下。陈哥，我不是说下午一起结吗？今天活动量大，你先送过来，晚点我统一转。季老板，咱们昨天说好了，你这边先现结几次，我这边也要对账，不好再压。你是不是因为沈涛在这儿，所以故意这么说？这跟沈涛没关系，你上午那批还没结，我再送一批，风险在我这边。听清楚了吗？不是我卡你，是你上午货款没结。我现在结。我半小时后送过来，季老板，你后面活动量要提前估，不然我临时补也不一定来得及。知道了。你是不是觉得我一定撑不住？你哪只耳朵听到我说过这话？那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？季婉，要不是看在小唐求我的份上，我今天绝对不会来。今天来是看在最后一点情分上，现在这点情分也被你耗完了。沈涛，如果我真的撑不住，你是不是就更高兴了？你撑得住是你的本事，撑不住也是你的选择。沈哥，婉姐刚才其实是太急了，你别太怪她了。你以后做好自己的事儿，别替任何人垫钱，也别替任何人背锅。谢谢沈哥。还有，以后有什么事儿我不会再过问，你也别找我了。不好意思，沈哥，以后一定不会了。沈涛，你新店什么时候试营业？我这边下周有一场小茶歇，我想先排你这边。兰姐，我明天就试营业，你明天直接过来就行。沈涛，你看看量对不对？今天试营业够上午用，卖得快，我中午再补。可以，先稳住不抢量。还是你这话听着踏实。刚开店最怕一上来铺太满，卖不完全压手里。账下午结。哈哈，不急，你这边我放心。这地方不大，但看着清爽。今天试营业只出3款，茶歇单我先看需求，不急着接。有单你还不接？刚开店流程没跑顺之前不接大单，接了做不好，比不接更伤人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，那我先把需求留下，你看能不能排？行。谢谢。沈涛，你还说没抢我的客户？我今天没去你店门口拉一个人。他们以前都是晴天小布的客户，以前他们也是我的单。你非要把话说这么清楚？不说清楚怕误会。你现在开在对面，就是不给我活路。店是你要留下的，路是你自己选的。所以你就看着我的店冷下去。季婉，我已经不在你的店里了。啊，季老板，您店里我以后也会去看看。兰姐，
是我之前哪里做的不好吗？不是一句哪里不好，就是有些单不能总靠临时补。我们公司那边要准时，要备注，要分装。沈涛以前一直没出过错，所以我更放心。沈老板刚开业不多卖点，今天先把能做好的做好，后面稳定了再加量。行，那我下午再来。接下来几天，原味小铺慢慢稳了下来，而晴天小铺那边，客户越来越少。晴天小铺我准备转出去了，想好了。钱还给你以后，我才知道那家店以前到底有多少地方是你撑着。供应商要现结，客户稳定，活动一做就亏。我以为店火了就是我的本事，现在看来是我想简单了。沈涛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会撑不住？我知道开店不靠一句这是我的，那笔钱我还你还得太晚了，还清了就过去了。我们还有机会吗？季晚，账清了，人也该往前走。谢谢，我明白了。